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丽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，我们已经设定了一组个人的网址，也就是 DDNS，可是从外部网络呢，却连线不到我们的 NAS 这个问题。那也就是像现在这个画面，我们连线到我们自己申请的网址，那搭配我们设定的 port 之后，从外部网络是连线不到 NAS 的。然后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，是由于我们的NAS 是装在我们的内部网络内。那你如果有注意到的话，它的 IP 可能是192.168点123，或者说点其他数字。那这种192.168开头的，那其实是内部网络的虚拟 IP。虚拟 IP 的意思呢，是说它在我们的家里的网络有效而已。如果要从外部来连线到我们内部网络的虚拟 IP 的话，它是连线不到的。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手机从外部网络的电脑连线到网际网络之后，它可能是4G 网络或者光纤的网络，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连线到我们的 NAS 主机？那解决的方式呢？这里我提供了2个方法，一个是简易的解决方法，那这是利用 Synology NAS 里面提供了比较自动的设定方法。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正规的，也就是一般企业 IT 在设定的方法。那这是正规一劳永逸的方法。那如果你购买的 router，也就是说无线基地台或者路由器刚好是 Synology NAS 不支援的话，你可能要考虑来使用这个正规的解决方法。那我们先从简易的解决方法来开始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入到我们 NAS 的主画面，那开启控制台，找到这个外部存取，然后在上面的页签呢，我们找到路由器配置，然后先点设定路由器这个按钮，那它会帮我们去做一下一系列的检查，检查我们现在的网络呢跟路由器还有 Synology 有没有相容，所以我们按开始的按钮。那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检测，那会发现说，我现在使用的这台路由器，是有被 Synology NAS 支援的，那它的网络连线的状态都是 OK 的。OK，那我们就按下一步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侦测到的路由器的型号，跟我买的这台是一样的，那我们就再按下一步，那他找到 UPnP 路由器，那他意思是说，它可以让 NAS 透过这种软体的方式，帮我们设定路由器里面的设定。好，那么按完成，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按一下新增这个按钮。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建立连接部的转送规则。那这个是在做什么事呢？好，我们回到刚刚这个页面，我们从外部网络没有办法连线到 NAS 的原因，是因为从外部网络我们只能连线到中华电信数据机，它连线到了 IP，就是网络的位置。那我们还必须要在无线基地台或者说路由器里面进行设定，告诉这个路由器说，如果有人要连线到 NAS，比如说是这个 IP 的话，那请帮我把这一台的讯号或者说它的资讯传送到对方的手机里。那比如说今天有一台笔电，它从外部网络，它想要来连线到这台 NAS，那正常来说，如果没有经过设定，它只会连线到中华电信的这台数据机或者无线基地台而已。它并不知道你是要连线到笔记型电脑 NAS，还是说使用 WiFi 的手机、电视
之类的设备。所以在后面的设定的话，我们会告诉无线基地台或者路由器说，如果有外部的网络呢，比如说手机或者电脑，它想要透过网络连线到 NAS 的话，那帮我把 NAS 的资讯透过网络再回传给手机或者电脑，那这个连线这个网页就可以成功的开起来了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步骤是，在建立连接埠转送规则的页面呢，我们选一下自定连接埠或者内建应用程式也可以。那因为我现在想要做的是，可以从外部网络连线到 NAS 这个网址，也就是说，我希望连线到我自己定的网址，然后加上这个5001 port， 那5001是 NAS 登录在用的 port。那如果你有另外设定自己专用的 port 的话，也请把它改成你在使用的 port。OK， 那我们这边的范例是5001 port， 所以我们在建立连接埠传送规则的页面呢，我们这边选自定连接埠，然后按下一步。那在通讯协定，我们选 TCP， 然后本机连接埠跟路由器连接埠呢，我们都设定501，对，路由器也是5001。那这个意思是说，若有外部的网络设备，比如说手机，透过4G 网络想要连线到 NAS 的时候，那它会透过5001这个 port。那路由器知道有手机透过这个 port 想要存取资料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连线到这台 NAS 的5001 port， 然后把登录画面传给手机的画面。所以在这里我们选择 TCP， 然后这两个格子都填5001 port， 然后再按完成。那完成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自定连接埠列在这个画面上。那我们按套用。那套用之前呢，它会给你一些说明，那我们其实不用太管它，我们按确定。那它就会开始帮我们套用这个规则到连接埠上。好，那它套用之后呢，它还会做连线测试，测试结果是 OK 的，就代表它有套用完成。OK， 那我们再来测试我们的网址加上5001这个 port， 看是不是能成功的连线到我们 NAS 的网页。好，那从画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很顺利的从外部网络连线到我们的DDNS， 也就是我们 NAS 的网址。那对于如果你的路由器、你的无线基地台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去解决连线的问题的大家，那我们就必须要使用第二种，也就是 IT 比较正规的路由器设定方法。那我们必须告诉路由器，让他知道说，如果收到登录 NAS 的这个需求的时候，他必须把这个需求呢转达给我们 NAS 的 IP。那以这个范例来说，我们的 NAS 的 IP 是 192.168.123.56。那我们还需要知道基地台或路由器的 IP， 所以我们按左下角的开始输入 CMD， 然后会出现命令提示字元。那在这里按滑鼠左键去执行它。执行它之后呢，请输入 ipconfig，ipconfig。那这个指令呢，可以告诉我们的路由器的 IP 是什么。我这边测试的结果呢，我的路由器 IP 是 192.168.123.1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必须要用浏览器
去开启这个 IP 的网页，也就是路由器的设定画面。打开浏览器，在网址列输入刚刚找到的这个192.168.123.1。那连线到我的路由器之后呢，我先输入我的账号跟密码，然后按登录。那登录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路由器它的一些状态，它的连线状态，它有多少的硬体跟它连线。那我们在路由器的设定呢，找到外部网路。那通常连接埠转送这个设定呢，都会在外部网路这个分类上。那或许你的路由器的设定画面不太一样，但是只要找到外部网路这个主类别，点进去，那点进去以后呢，我们找到虚拟伺服器的分页，那进入这个分页，我们会看到这个虚拟伺服器的说明，那它是拿来设定通讯埠转发的工作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在 Synology NAS 的控制台所做的一样的事情。那因为我们的路由器或者无线基地台并不被 Synology NAS 支援，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使用者呢，我们就要自己连线进来路由器里面去做虚拟伺服器的设定，也就是通讯埠转发的设定。那设定的方法其实很简单。我们在下面看到列表呢，现在是没有东西的。那我们要先设定一组 NAS 的 IP。那我们在通讯埠范围呢，这边写5001，就是我们 NAS 的登录的时候会用的这个 port， 也就是通讯埠。那我们希望路由器或者无线基地台呢，它收到外部网络这个5001 port， 也就是登录的需求的时候，它可以帮我把这个资讯、这个登录需求转给我们 NAS 的主机。所以通讯埠范围我们输入5001，那本地 IP 呢，我们 NAS 的主机是192.168.123.50，那我们把它复制贴上到这里。OK， 这就是 NAS 的 IP。那我们把它贴上到本地 IP 这里，那就是 NAS 的 IP。那本地通讯埠就是 NAS 的通讯埠，我们一样是设定5001。那通讯协定呢，你可以选 TCP/IP 或者 BOSS。BOSS 就是 TCP/IP 跟 UDP 这两个协定都通用。那我们选 BOSS， 然后再按一个新增加号。那按完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刚刚设定的这一组通讯埠转发的规则呢，就已经显示在画面上了。那我们再按这个套用本页设定，在套用之后呢，路由器会做一些存档甚至可能是重开机的作业。那也许需要花个10到20秒的时间。那在这个步骤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从外部网络去连线到我们的 NAS 主机页面。那透过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一样可以从外部网络连线到我们的 NAS 的登录首页，那以及做一些登录跟后续你想要做的动作。那透过刚刚的操作呢，我们现在可以知道，不管是简易的解决方法，也就是从 NAS 的控制台去做设定，或者说正规的 IT 的解决方法，也就是连线到无线基地台路由器去做连接埠转发的设定，它要做的动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让基地台或者路由器知道说，接收到外部的手机或者网络的需求，那想要登录 NAS 的话呢，它就会知道把这个需求传递给 NAS， 然后再把 NAS 回馈的画面、回馈的动作，再透过网络回传给手机跟电脑，那达成我们想要的登录 NAS， 然后去做我们的作业的这个目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。
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后续我们还会继续拍摄更多进阶的使用技巧。那由于 NAS 是跟网络息息相关的设备，那透过我们的影片呢，大家也将会渐渐的学习到有关网络安全，怎么避免被骇客攻击，那有关架站的这些技巧。那欢迎有兴趣的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继续追踪我们的影片谢谢。